哎，小伙伴们看，2024大阪 Half Marathon 参加案内，就参加的介绍。我挡住的地方是我的地址啊，李博萨马。昨天出现在我家的信箱里，里边这张纸就是我的参赛号码和领东西用的凭证。哎，其实我也是会好多转场的，是不是？看，一般竞技者男子 A10040 T-shirt size M， 然后在这儿签字，签完字就这个时间这个地点。要是有也要参赛的小伙伴，您给我发个评论，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在这儿偶遇，好吗？其实心态比较好的小伙伴可以比赛当天早晨去领完了直接就参赛了，但是我应该是周六的下午去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月16号星期二清晨，又在大阪城外圈东侧大阪半马起点这条路都贴上28号封路的通知了。那今天画质还行哈，今天又用回了 Osmo Pocket 3。大家看我半马那个参赛号还行哈，我感觉他应该是按照报名成绩排的，特别有意思。他那个报名在这边，因为我是按这边居民来报名，所以都是日文网站 runnet.jp 好像是。然后他那个报名跟好多地方的逻辑不太一样，我还不习惯当时，而且是先到先得，着急了。我选报名的时候就选了一般竞技者，但是呢，他那个 A 区出发是单独的一个入口，如果你不从那儿选呢，就没有提交成绩的那个按钮在之后，因为当时也没想着当时提交成绩，因为当时没有，得等着跑完东京的半马提交那个，所以没看这事儿。等跑完东京半马的时候，发现这个问题，就给组委会打电话，因为组委会没找到邮箱，问 Runnet， 他们说问组委会，就只能硬着头皮打电话，磕磕绊绊的。当说到我是刚结束的那个东京半马的时候，那接线员小姐姐还挺兴奋，她说她会去查，让我别担心。之后就成功的group A 了。我没有按那个日本陆上竞技会那个报名，其实我是注册了的，但是还不熟悉，回头我得看看。按那个报名号码还能靠前，而且好像有其他的福利，不知道。今天咱们回评论第4个训练日，一会儿再给大家看看夜景。我找一段漂亮的地方拍，好吗？加油干，加油干！
远处即将日出的景色，忙碌的车流，晨跑的我，还有可能今天已经完成了训练的屏幕前的您，或者是等待我这个小频道更新的小伙伴，开始聊聊评论。有一位咱们的老观众，前两天说要自测5公里，好像说最后1公里没有完全顶住，下次再来没关系的。还有一位小伙伴在操场跑了半马，破130，恭喜您。还有一位朋友说和我同年同月开始跑步，记得是2014年的9月18号，说是参加了一个跑步的课程。还有新的小伙伴昨天统计了数据，那个大坡370米，爬升12米，都恭喜和感谢各位。也有小伙伴说那天那行字我念反了，应该是大黑天，说是一个神，受教了，感谢您，感谢您。有小伙伴想问戴手表有没有办法能让家人知道自己实时的位置，是有的，有这么几种办法啊。首先，如果您是佳明的用户，如果您同时带着手表和手机，它是可以分享一个 Live Track 的链接的。第二个就是，如果您是 Strava 的付费用户，也是可以的。像我现在用的方法比较的粗暴啊，就是苹果的找到我，因为我带着至少有1样苹果的设备，比方说我带 Apple Watch， 我是蜂窝数据版的，那就可以真的实时知道我在哪儿，家里人。如果您只是带 AirPods 呢，它还有那个所谓的其他苹果设备的那个蓝牙网络，但是前提是您是参加比赛，周围有人带着能联网的苹果的设备才行。但是我这个蜂窝版的 Apple Watch 的方案其实是很厉害的，目前看起来，所以家属在赛道边上的时候等我的时候都是靠这个。只有东京半马那天雨太大了，我没带。那天我就跟他说，你就算时间吧。只有那一次。下一位，恭喜我接到了商单业配，感谢您哈。韶音这个我确实挺意外的，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个不太自信的那种性格。这个店是个卖就各种大的 DIY， 比方说你有一个移护舰那种。大阪马拉松之前，因为要回北京，知道我回北京过春节嘛，对吧？还会控制体重吗？会不会有些难？底下有一位小伙伴回了他，说的其实很对，就是对我来说其实都差不多。我们把年夜饭都定了，2个父母，就两边的4位父母，还有我跟家属6个人，中午吃，因为现在都互相住得太远了。我们很多年前都开始就是中午吃，所以我晚上也就是7、8点钟就睡了。我承认我是个有乡愁的人，但是其实吃穿饮食、衣食住行这些，我在哪儿其实都差不多。可能会有生活，比方说你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有一些小起伏，但是应该还好吧。我们2月14号回来以后还有14天，还有2周。谢谢您啊。下一位，
还是大阪马拉松赛前会组织前一天的 shake out run 吗？应该会，到时候看有多少小伙伴来，能组织多少，到时候我发个社交媒体再提前，然后咱们可以在大阪城，或者是我们从那个大坡试一试，都可以。完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喝个咖啡什么的。下一位小伙伴，周末双休的时候跑2天，是跑2个半马好呢，还是第一天跑26公里左右，第二天跑14公里左右？我的想法是后者好，就是有一天跑长一些，一天跑短一些。这顺便另外一小伙伴分享的感觉，第一次跑30公里，30公里跟20公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所以这映射了刚才我的判断，我觉得单次的距离长一点会有帮助的多。很快好像是香港的马拉松会有300米的爬升，问我有什么建议？我的建议其实就是不要去想它，不要去想爬升，你平常马拉松怎么跑还怎么跑就行了。成绩肯定有影响，但是到了爬升的地方再说。因为面对爬升，其实你前期做什么工作意义都不大，真心的。你也不可能说像大阪32公里有个大坡，我不可能前32公里就慢慢跑嘛。熟悉赛道就好，就是您知道什么时候有大起伏，到那之前呢可以调整一下，或者安排您的补给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下一位小伙伴，我看地图是在德国生活，也是打卡了30公里。到了冬天是跑得长一点好。你们看，小朋友，多好！这么早，天还没亮呢。这个就是大阪造币局，现在是造币局博物馆。过2个月、3个月樱花季的时候，就是造币局里那条路是赏樱的有名地点，要提前预约的那种。想来日本玩不会外语行不行？行啊！就有的时候阻碍人们脚步的不是语言，而是内心。世界其实很大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更发达的地儿还是更欠发达的地儿，都去转转。我今年真的非常想去肯尼亚转转。上次去东京元旦的时候见轻工的小伙伴，棉花爸爸他们去了肯尼亚，好羡慕呀！因为我看好多小伙伴分享在高原跑步的感觉，说感觉老想多吸点气，但是感觉一吸肺就满了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吸进去的氧气、吸进去的空气含氧量低，好想体验一下那种感觉。肯尼亚免签了，是不是？我听到的分享就是，如果你打疫苗，就是去之前要打那个防疫的疫苗，你有机票，有去肯尼亚的机票，打疫苗就是免费的，否则就是收费的。那这个逻辑挺有意思。而且来日本玩，其实现在特别的简单，语言上，您游客能接触的大部分地方，要么就是有中文的菜单，要不然就是有中文的标识，要不然就是有中文的工作人员，不用太担心。另外就有小伙伴说，周一到周三在大阪能不能偶遇？抱歉，我今天早上才看到您的消息。如果您明天还在，明天早上5点45，大阪城三之宫那个站出来，喷水池烘焙店那儿我们集合早训练。
主要我太早了，有的时候小伙伴约，我只能说咱们偶遇，我不太好说。我说5点多咱们在那儿见，确实太早了。哇，看这边，看这边的天。最后一位小伙伴就是说，最近老看到给推过来的跑步会造成各种问题的文章，害怕了。现在的这种媒体就是这样的，因为推荐算法越做越强了，可以很明白您最近看了什么，您喜欢什么，或者您最近在关心什么。这就叫信息茧房吧。这个就像我有时候也是想看一个东西，看一段时间以后就不敢再搜索和点下去了，因为再点多了我就知道他老得给我推这个，就看看别的。这就是这么一个时代，每个人都是总会不自觉地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，或者潜意识里希望看到的东西。因为以前大家看电视那都是广播电视嘛，它发射什么不管您的，您这个时间开电视就只能这么看。但是现在呢，都是主动去获取信息了，信息又是指数级的增大，不能说这个完全不好，适应一个新的时代，对不对？行，我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，肯定不能覆盖所有，我会尽量努力的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1月16号星期二清晨7点20，训练结束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轻松跑，跑得慢也不长，17公里多一点，平均配速5分多。然后中间还有地方走走停停，看看风景，也挺好。今天就是维持状态。你看昨天说到手表的数据，那昨天和今天我的强度，手表告诉我的就是有氧效果是维持，无氧效果是没有。这摩托车，哈哈哈，挺过瘾。所以像跑量到一定程度以后，
很多时候的训练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可能有将近一半的训练都是维持你的训练节奏和身体状态，更多的其实就是维持自己的信心，是不是？而且今天从大本城出来那一段时间风特别大，还掉了几滴雨点，然后我感觉也不太像完全是雨点，有点硬，不知道是不是小雪花，但是现在又没有了，不过一直是阴天这2天。好吧，刚才还碰见了大科员先生，他昨天晚上从香港回来，问他怎么样，他说这次好像有一顿饭没吃对，把肚子吃坏了，还不舒服呢。祝他身体好吧，明天早晨的早训练再见，到时候再跟他聊聊，好吗？行，那今天就带大家再看看夜景，是不是晨景，然后聊聊评论，我会尽量的多在评论区跟大家互动。最近稍微工作忙了一点，还好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我们一起加油冬训，一起加油干，咱们明儿还能见，明儿见。